普京首次表态要引进先进武器，这个信号发给了中国，布局战后俄军重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在俄乌冲突持续、双方武器消耗巨大的背景下，传出了俄罗斯向伊朗引进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甚至向朝鲜采购炮弹的消息。当然，这些武器采购从本质上看是应对急需，也就是为了以乌克兰打消耗战的需要。但是从俄罗斯军队长远建设发展的角度来看，伊朗和朝鲜生产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满足军事现代化的要求。俄军在战后引进先进武器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结束后会向中国购买军火吗？这是许多人所关心关注的一件事儿。这里面既有刚性需求的问题，因为俄军要想建设成为一支信息化的军队，除了从中国购买先进的武器系统外，别无他途。但是这里也有个面子问题，毕竟俄罗斯原本是全球第2大军火出口国，向中国卖武器才是其传统。如果现在反过来了，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真接受不了。不过，普京在最近一次上合组织和独联体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会议上给出了答案。他说，俄罗斯认为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框架内引进最先进的现代武器和装备。普京强调，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成员国分享军队建设经验，加强军事技术合作，并引进先进和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里面可能包含着2层意思：一是俄罗斯愿意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和独联体成员国提供武器，毕竟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排名已经跌出了世界前20名，现在急需利用各种渠道挽回不利的局面。第二，普京的上述言论表明，俄罗斯也希望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和独联体成员国向俄罗斯出口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上合组织成员国有俄罗斯能够采购的或看得上眼的武器装备吗？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从伊朗引进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同时呢，还向白俄罗斯购买了具有中国血统的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但是，零散地获得一些战场上的急需武器，以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普京应该认识到，俄罗斯有必要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采购先进武器，而且要立足长远。那么，俄罗斯最有可能从中国购买什么类型的武器呢？从目前俄罗斯军队的装备情况看，它缺少的或者是短时间内难以自己制造的武器系统，有可能会从中国引进，比如052D 和054A 等中国的出口型驱逐舰、护卫舰，071E 型两栖船坞登陆舰等水面舰艇，有可能成为其海军的选项。俄罗斯海军主力战舰的老化情况非常严重，而该国目前又缺少生产大舰的能力，从中国引进海军主战平台可以说是比较紧迫的事儿。第二，中国先进的预警机也是俄罗斯空天军和海军急需的。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研制了 A100 预警机处于难产的状态，而 A50U 的性能又严重落后，所以引进先进预警机是非常紧迫的。当然，从国外引进预警机对俄罗斯军队的体制建设所带来的冲击也会非常大。第三，那就是他们需要中国的先进侦察卫星。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打得那么拉垮，一个重要的短板就是缺少对乌克兰目标的太空侦察能力。引进或者是租用中国的各种光学雷达侦察卫星就显得非常必要。第四，中国先进的电子战飞机或许会成为俄罗斯空天军的引进项目，比如歼16D和大型信息战空中平台。俄罗斯缺少电子战飞机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短板，这直接影响到俄军获得战场制空权的能力。第五是空对地精确制导防区外打击武器。俄罗斯空天军缺少射程100公里左右的防区外打击精确制导武器，一直在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这种打法过于昂贵了。而中国正好研制出了一系列的中远程空对地精确打击武器。第六，
中国生产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这正是俄军最缺的，也是最大的短板之一。有不少人指出，如果俄罗斯军队开战前能够从中国采购100架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俄乌冲突可能早就已经结束了。第七，就是中国先进的陆海空三军的指挥、控制、侦察、情报、信息、数据链系统。总体而言，俄罗斯要想建成一支适应现代战争的信息化军队，只能求助于中国，而且呢，代价会非常高，因为俄乌冲突的战况表明，俄军在多个装备技术领域都已经落后了。当然，俄罗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能等到俄乌冲突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